我有的時候是真的會想啊，那些看到溫馨父女關係就感到不舒服的人，是不是從小身邊就沒有父親？或者說他們的父親都是那種不負責任的爛人，因為自己從來沒有感受過正常的父愛，所以才會在看到正常的父女關係之後，本能的感到抵觸呢？我真的想不通啊！一個父親角色和小女孩之間最普通不過的溫情，正常人看了只會覺得暖心，為什麼到了某些人的眼裡就變成了所謂的毛骨悚然了呢？事實就是這些怪人只是把自己內心最陰暗的那部分東西投影到了一款無辜的遊戲上面。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好好聊一聊，圍繞 Pragmata 實質存在這款遊戲都出現了哪些離譜到讓人嘆為觀止的言論。我是老九。這款由卡普空大量年輕骨幹所組成的新銳團隊所打造的全新 IP， 這次是真的火了。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樣的，反正我這2天在短視頻和其他各種社交平台上是經常刷到這段戴安娜跳舞的視頻。作為一個卡普空的全新 IP 啊，在短短2天的时間內就賣出了100萬份，着實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成績。這個遊戲在當初放出 demo 的時候，我就在打完之後毫不猶豫的就把它加入了願望單。对於這個成績，我可以說是毫不意外。現在遊戏已經發售1周多了，全球玩家的總體評價的好評率也達到了驚人的 95%， 可以說是好評如潮了。遊戲講述的是在不遠的將來，月球基地與地球失去了聯繫，名為修的調查小隊成員在抵達之後遭到了劇烈的月震，導致修成為了唯一的幸存者，但身負重傷。他在昏迷後被一名外形如同小女孩的神秘機器人 Pragmata 所救，修隨後給這個機器人起了個叫做戴安娜的名字。故事中的2個人必須攜手合作，共同對抗在月球基地內發狂並掌控設施的敵對人工智能敵人，同時尋求返回地球的方法。遊戲巧妙地將射擊與解謎這2種熟悉的要素混合在了一起，創造出一套全新的戰鬥方式，非常的新穎且颇具深度。隨着遊戲的進展2人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密。遊戲中的戴安娜一生都在宇宙中度過，對地球上的一切充滿了好奇，而修則樂此不疲地向他講述家鄉的故事，並承諾等他們離開基地之後，要帶他去親眼看看那些他從來沒有見過的地方。在基地的避難所裡，戴安娜會用蠟筆畫畫，然後定期把他畫的作品給修看，每一次都讓很多玩家大呼受不了了。由於這個小孩實在是太可愛了，很多沒有小孩的玩家都表示說自己玩了這個遊戏之後產生了要去生小孩的念頭。更有網友大膽分析啊，說這分明就是卡普空在拯救日本低迷的新生兒出生率。然而就是这麼一部有着溫馨故事的遊戲啊，竟然又讓某些群體不爽了，而且是一個比一個離譜。先看這條啊，我覺得這個女孩子角色是對理想化兒童的一種物化，它完全源自於男權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的一個構想。一個完美純潔的白人女童必須受到保護，以便她日後能繁衍出下一代白人。不是姐姐，你是不是腦子有問題啊？搞政治正確搞得魔怔了。每一部包含小孩的影視或者遊戲作品裡，小孩可都是被保護的對象啊，無論他的膚色好嗎？為什麼這些人無論幹什麼都要扯到膚色？這只是一個遊戲裡的機器人角色好嗎？而且我想這位激進人士啊，一定想不到的是，戴安娜的英文配音是一名黑人，而這款遊戲的英文配音收到了廣大玩家的一致好評。之前不是還說什麼配音演員要請角色對應的膚色的配音演員來配嗎？怎麼現在一個白人小女孩請了黑人的配音演員，怎麼就沒人提了呢？這難道不是也是一種歧視嗎？然後是這位，男性天生不是養育者，男性不会在公共場合对可愛的孩子表現出喜愛，男性沒有求子熱。如果一個男人出於除了血脈延續以外的任何原因想要擁有一個孩子，他很可能就是一個掠食者。這應該能解釋為什麼一款主要向无子女男性推銷老爹模擬器的遊戲會讓人感到毛骨悚然。我他媽真的是醉了。首先，什麼叫向无子女男性推銷啊？你是不是默認大部分遊戲玩家都是單身，沒結婚沒孩子？這他媽是什麼狗屁興趣歧視？而且前段時間啊，不知道是哪一類人在那大肆宣揚什麼啊，女性遊戲玩家的數量已經接近 48%。現在怎麼又都變成遊戲玩家主要都是無子女的男性了呢？所以說你們的數據是可以根據你們的政治需求彈性瞎編的唄。最誇張的還是這位，这
真搞笑，你们只是在面对一张貼着模特臉的小孩時才會產生所謂的父性本能，試着讓他看起來像個真正的孩子，比如說缺顆牙、短頭髮、素顏、流着鼻涕，看看你們那些本能還會不會以同樣的方式發作。這款遊戲公然迎合 PDF， 別再想着如何欺騙大眾了，到此為止吧。真的，心裡骯髒的人才會看到什麼都覺得髒好嗎？你個髒東西，我想請問你這是在自爆嗎？溫馨的父女羈絆，結果你說它是 PDF。這些人啊，每次都要把自己的陰暗想法強加於他人，如此扭曲，令人嘖舌。這位老哥在下面的評價就很貼切，他說道：真的很諷刺，那些把 Pragmata 及其玩家群體稱之為 PDF 的人，偏偏就是倡導跨性別權利的人，而這種權利很容易導致 PDF 傾向，因為它包含了讓生理男性與未成年女性共處同一空間的權利。卡普空後來和 Twitch 合作推出了一個表情包，在我看來啊，它就是很普通的戴安娜哭哭的可愛表情，結果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解讀為啊，這是在討好 PDF 群體。還是那句話，心裡髒的人看什麼都是髒的。再來看看我們的老朋友啊，最喜歡在這種時候攪渾水的臭名昭著的 The Gamer 發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標題叫做遊戲界絕不能允許 Pragmata 裡戴安娜粉絲團的壯大，而它的作者也就是這個叫做 Stacy Henley 的，在當年劍心出來的時候曾經發了好幾篇文章去詆毀劍心這個遊戲。原本想看看他這次又有什麼駭人聽聞的言論啊，結果費了老鼻子勁，看他各種挑毛病，而且又在文章中強行關聯劍心，又臭了一遍衣服之後，他來了一句：我還沒玩過 Pragmata。我尼瑪，你遊戲都沒玩過，你在這裡放什麼屁呢？我就想請問了。而且這還沒完啊，後來這件事情已經發展到有人拿到了這個遊戲的白金獎杯，結果他誇這個遊戲好玩的帖子直接就被紅迪上的管理員給刪了，甚至還封了號，沒有給出任何理由。原本啊，我以為百度的 PlayStation 貼吧已經夠誇張了，沒想到美國紅迪那是更勝一籌。誠然啊，確實有那種真正的怪人會對這樣的小女孩有邪惡的想法，但是這不是這款遊戲的錯。你在那些有小孩角色的遊戲裡隨便翻一翻，哪一款的玩家社區裡你找不到幾個怪人呢？問題從來不在於遊戲本身，而在於那些變態的人用少數怪人的存在去給一款遊戲定罪。如果你用這個邏輯，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任何一款遊戲是無辜的了。按照這個邏輯，真的以後遊戲裡就不要再出現小孩子好了呀。而且最近這幾年啊，遊戲中的父親形象要麼就是那種苦大仇深的嚴父，要麼就是以孩子的死亡作為自我毀滅借口的復仇機器。新戰神裡的奎托斯對兒子是冷硬如石，最後生還者裡的喬爾，他的女兒一死，整個人就直接垮掉。我覺得和這幾年遊戲公司 HR 部門招人的標準有很大的關係。像修這樣願意甘心陪孩子玩耍，陪他畫畫，陪他憧憬未來的溫柔父親，在遊戲裡已經久違到讓人幾乎忘了父親這個角色本來最平常的模樣。而且說真的，這遊戲在亞洲或者是中文區，我就沒有看到幾個人討論這種爭議議題的，全都是在討論遊戲本身的。在西方，尤其是美國，這種把什麼東西都要拿出來弄意識形態鬥爭的勢頭，已經走到了一個非常極端的地步。一群從來不知道父愛為何物的激進分子，對着現實生活中的愛泼斯坦文件無能為力，跑到網絡上對着好欺負的遊戲玩家重拳出擊。真的，你們也就這點出息了。哎，累了，今天就先到這裡吧，我們下期節目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